天涯哥哥变装。前来求援！我受你海妖之际，本该天衣无缝，为何熊岛还是丢了？如你所料，就是长庚都出现的破了南海之计来打我。长庚，若是此人闹事，你倒是有个援兵可用。不过我觉得你要是离开了熊岛，恐怕就再也找不到像熊岛这样一个能让你躲着找你的人的地方了。我不仅知道有人在找你，我还知道那人是谁，甚至知道你是谁。我才来这岛上的时候就看着你在那山崖上写诗、画画、创作，虽然的确不怎么样但是我也能够从中看出来你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这儿人的喜爱。你喜欢着那些曾经接纳过你的、信仰过你的、背弃过你的，和又再次信仰过你的那些熊寨人们。你如果走了，西方教的人来把他们全都杀光，你那个时候还能像现在一样自信满满的说出那就是他们的天命吗？你们两个救了熊岛，作为回报，我愿意把你们带到这禁地当中。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恐怕没有你们要找的东西。剑痕，那插在这里的剑呢？这儿只有剑石，没有剑呐。我们这熊岛祖祖辈辈的我们就守在这儿。没听哪个长老说，这石头上还插把剑呀？海妖来了！你们快跑啊！哪有海妖？海妖！别坐着了，会死的！他怎么？可乐，你知道华大哥是真心想救你，你快起来跟我走。华大哥，好了，华大哥，你要是想走，可以自己一个人先走，不要因为你的捣乱导致长庚大仙听不到大家的祈愿。你以为有人给你建这个雕像，你就是神仙了？你知道什么是神仙吗？你知道当神仙要背负多大的使命，经历多少的磨难吗？就你也配？不许辱骂长庚大仙！就是别瞎说！说什么呀？不许！我就骂了，怎么了？你要是有能耐的，你回句话给我听听。长庚大仙显灵了！所有人注意，海啸一级警报，立刻前往禁地避难。好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坐会儿。玲丽平时就你吃的最少，你看就是看都受伤了。这是怎么了？哎，不知道。哎，别放！玲丽，爹！我的女儿疼怎么了？哎呦，我的女儿看得爹真心疼啊！你把谁干的？只要大家都献出一滴血，我们就能击败大海妖。妖魔鬼怪，速速退下，不得伤害熊寨子民。如有不从，我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在这装模作样的？我乃天庭之主，昊天上帝，执掌天、地、人三界共主。这剑被封印太久，有裂痕。华大哥，你把乐乐还给我！好你个不识死活的小喽，居然有眼不识同类！师兄，
师兄，师兄，这夸张了！哇，他刚差点给我吓死了，我真的。还好我提前吃下了7伤丸，让我的5脏俱生。啊，师兄，那你现在怎么样？吃了7疗散，过2多久就能痊愈了。师兄，你实在是太稳了。你是看到什么了？这个龙宫藏宝贝的地方在哪里呀？我们是不是可以全都拿走？龙宫的宝贝就在宝莲厅里。宝莲厅，这个宝物名册，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物件，你只要能带回去，都够小琼峰花1、2万年的了。那我们发财啦！哎，师兄，你盯上的是哪个？这个，哇！最近，明霄仙子一直在找这个定海神针的下落。师兄盯上的不是宝贝，是人。哎呦，还整个屏障，走你！哎呦喂，奇缘师弟，您这是好雅兴啊！这大半夜的，鱼都睡了，您还在这吊着呢。他睡他的，我睡我的。钓鱼嘛，愿者上钩。赵长寿啊，我知道这使团明天才回来，我这不是起瘾犯了吗？哎呦，正好让我瞧瞧你这个斩获如何呀！哎呀，哎呀，师弟呀，我觉得这个晾干了以后，你还是可以穿一穿的啊。哎呦，全是宝贝。哎，我想请问，这个你是如何钓上来的？哎，你这里面除了鱼啊，真是应有尽有啊！哎，那你在这儿钓了多少时辰了？哎呦，都2个时辰了，2天2宿。哎呦，自从那2个孽徒离家，我就一直在这儿没挪窝。哎呦喂，2天2夜呀，这不屁股都得坐烂了。哎，那你咋就没想着回去休息休息啊？我也想回去啊，我回不去呀。哎呦呵，哎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揍你！哎呀，此乃迷困连环阵，许进不许出啊！这都是我那长寿师侄搞出来的。还能是谁？那个小王八蛋悄没声布了这么一个阵法，把这个地方左3层、右3层、里3层、外3层箍得跟铁桶一样。我本来就是肚子饿，我出来捞个小鱼、捞个小虾，我填一下肚子，结果我就被困在院子里了，这进不了屋。那我屋里还有那袜子没晾起来呢。哎，你这事怎么不早说呢？你没问啊？我也对。那你的意思是说，连这个门都进不去了啊？能进，我不早进去了吗？哎呦，哎呀！你呀就别费劲了，屋进不去，这院子那么大，随便找个地儿待一下，等他们回来就好了。哎呀，师弟啊，你这个放弃的还是太早啊！想我这个长寿师侄，这个修行啊，也就数10年。就算他这个算计再精密，设计再巧妙，他还能变出什么样别的花样啊？对不对？且看我冲开圣门，救你出去！嘿嘿嘿，走着。哎呀！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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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你说你折腾什么？你不如听我的，在这儿睡睡觉也好。你流血了？让我救你！纵横人间数千年，从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好了好了，再等2天，孩子们回来就好了。哎呀，也不知道2个孩子在干什么。有时还得2天呀。师兄，师兄，哎，师妹，师兄怎么样了？老师，师兄时昏时醒啊，虽然说没有性命大碍，但是也不方便出门，只能每天躺在床上。师兄为了渡仙门，付出太多了，太多了。长寿师兄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也不能落后，不该落后。表现得不错，师兄，跟上，别抗我。玄冥七星大珊瑚，哎，就这品相，这要是换成灵石，可以买下6666座小琼峰。看前面，别跟我说话。哦。殿下，恭候各位多时了。是的，是的。嘿，看什么呢？有这么好看吗？哎呀，就这些个货色，
我宝莲厅里要多少有多少。各位要是喜欢，自己进去拿。不愧是龙宫的大殿下啊，这财大气粗，被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啊！那个，昨日宴会，人龙二族啊有些误会，龙王陛下特别吩咐，今日打开宝莲厅，以宫中的宝物作为昨日冒犯的赔偿。赔偿？你们这些海鲜有什么宝物啊？什么宝物？老夫的小龟龟是不能给你的。厅中所有的宝物均可采摘，啊，在座的俊杰都可以入库一游啊。门外的珊瑚都价值不菲，那里面都有多少好宝物啊！哎，师兄，等我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怎么啦，师兄？等的不就这个时候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师叔，事事都要请示本座，难道你们是3岁娃娃不成？不必客气，能拿多少拿多少。遵命，师叔。哎，师弟你一起，人多好拿。哎，说的就是。去吧。怎么回事？师叔，里面有2个莽汉，力大无穷，我们实在招架不住啊！伤得这么严重，这等实力，看来已经是天仙高阶，不容小觑。起来。这怪我了，我忘了提醒各位，这宝莲厅也是我龙宫重地，那自然是有守卫的呀。那有守卫，就难免跟各位来宾过上几招。这想成就富贵，各位就全凭本事。可惜这刀剑无眼，生死有命。这要是真碰了伤了，还请各位多多见谅才是啊。我东海龙宫素有4大猛将之说，夜叉、锦鲤，他们的英武，想必各位已经见识过了。另2位，一名蛙太尉，一名单力士，也是筋骨强健、阵位如山之辈。各位，请吧。不用怕，他们会自现为尔等同样的修为。师妹，我先进去探探。怎么了，葛长老？怎么了？嗨，弄了半天，这人族啊，都是无耻鼠类，眼红富贵，又贪生怕死，在这裹足不前，惹龙笑话。哇，这个还能忍啊？玄雅愿往。师姐，你不是落下心病还没好吗？别去了吧。玄雅愿往。哎呀，小玄雅，你别闹了，这里面的道行比你高了少说得有几百年，你让他去啊？本座是此次领队，还得在此掌控大局。想不到戒律堂江主事何等高风亮节，他做下第一仙苗，竟也会迷恋于外物啊！玄雅愿往。阿爹，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所以这块令牌千落不能拿。阿爹，对不起。你不喜欢，阿爹还舍不得给呢，真是的。来，咱们不聊令牌的问题啊，咱们说说那个萧楚河。哎，刚才说到哪儿了？阿爹，嗨，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值得认可的人去守护他吗？你觉得萧瑟你认可吗？认可和守护，感觉我和他
还用不上这么重的词儿。你这丫头啊，就是嘴硬。好了，现在就去找萧瑟，把欠人家的恩情给人家补上。阿爹，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第一次说这么多话。如剑仙送你那本《晚来雪》，看得怎么样了？我觉得那本书不好看，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没意思，不爱看那本书。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英雄战沙场。就比如吧，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啊。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萧瑟，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你神色都怪怪的？我没记错的话，你家乡是在天启吧？我没有家乡，你记错了。哪有人没有家乡的？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那还用说吗？家乡自然是，不管你走了多远，走了多久，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注定要回去的地方。嗯，你说的对，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你应该是拒绝他了。那三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不过看他的样子，从他的口谕中，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对，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唉，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不过我觉得，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于你父皇，与过去的那件事情，都有很多好处。没错，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以他的性子，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听说白王给了你3天时间，怎么？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我只是觉得，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决定。我当然知道。好，那我便不打扰了。哦，对了，你觉得我的女儿怎么样？枪法不错，得了城主真传。嗨，谁问你枪法了？我是说，她的容貌。哦，容貌得了娘亲真传。那性格呢？性格嘛，自成一派，不过还挺特别的。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于你父皇，与过去的那件事情，都有很多好处。3日。无心啊，
怎么每次我心烦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呢？说明肖老板心中还是信任我的。心烦意乱，只有见到至交好友，方能安神静心。在我的梦境当中，你还是这么自恋。我也不晓得，肖老板心中所烦何事？一件纠缠了很久的事，也坚持了很久的事。有些事情坚持很久，并没有必要。或许换个方式，会走得更加长远。你也这么觉得？而有些事则不然。世人皆认为不值得，也要坚持；一直看不到希望，也要坚持；就算到死，也要坚持。这样的事很少，但我想，以你的性格，一定会遇到。无心，可解了你心中疑惑？笑话！我只说过心烦，但我从未有过疑惑。白王殿下来到雪月城有几日了？算上来的那一日，已是第4日了。可如白王听闻般的那般有趣啊？比本王想象的要平凡一些。雪月城其实就是一座很平凡的城，只是江湖上有很多人赋予它太多额外的意义。不过，也正是因为它的平凡，所以才显得很特殊。这雪月城乃是100年前几位绝世高人建立起来的避世之所，只不过现在被太多人所注意，这背离了那些前辈们的初衷啊。身处凡尘，谁能真正的避世呢？当年城主还是朱雀使的时候，可是一枪扫荡了半个天启。唉，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可是从那以后，城主似乎已经有20年没有回过天启了。白王，您是想问我，是否会像当年支持你父皇那样，支持萧瑟？不敢妄言。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父皇，我所支持的，始终都是琅琊王。怎么，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大逆不道啊？是，但我就是说了，你向你父皇告状去吧，他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就是事实。就好像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也可以回答你，是。只是本王没有想到，城主的回答如此果决。我雪月城做事向来果决，但我所说的支持，并不是支持他去抢夺什么，而是支持他所有的决定。就好像他现在在雪月城做一个账房先生，哪怕就是做上一辈子，我也是支持的。毕竟这萧瑟算起账来，真的是一绝呀。本王明白了。楚河，3日期限已到。那你明日岂不是就要回去了？得到你的答案，我便会离开。恢复皇子身份，承袭永安王爵位，这个条件确实很难让人拒绝。你我都了解父皇的脾气，他肯下这道口谕，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其实只要我跟你回去，我便从此不用再流浪江湖，我就可以回到天启城，回到我那处真正的雪落山中。我可以每天都去碉楼小筑饮酒，去千金台豪赌，去碧波湖观景。就连我这一身内伤，也有最好的医师帮我调理，最好的药材供我滋养。自然，甚至就连我最想查清的那件事，也有更多希望去调查。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答案，
回到天启城之后，做什么，由你自己来决定。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答案。我萧瑟拒绝这道口谕。为什么？你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值得回去的理由，却仍旧拒绝了。因为我一旦跟你回去，便等同于认同了我过往所做皆是罪错。既然我过往所做都是罪错，那便相当于这世上唯一能为琅琊王叔平反之人也认错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琅琊王谋逆一案，御史台早已结案，琅琊王也已伏诛。这意味着琅琊王叔一生清白，留在这世上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荡然无存。他将背上叛国谋权的大罪，被钉在我北离朝的耻辱柱上，生生世世遭人唾骂。你一人坚持，有何意义呀？有我萧瑟坚守，那至少这世上还有人为其反抗。这样，琅琊王叔当年不惧生死，拼杀于战场，救黎明苍生于水火的壮举，就还有意义。没错，就我一人，那又如何？除非我死，我这辈子都不认错。抗旨不遵乃是死罪。那你敢杀我吗？你若是敢，现在就动手；你若是不敢，就回去找你的父皇，请一道取我首级的圣旨来。殿下，带他走。是。你又何必要演这出戏呢？再来！萧瑟，走。殿下，方才萧楚河所言何意？本王临行前曾经答应过父皇，一定要办成此事。但从遇到他的那刻起，本王便已经猜到，他是不会离开的。为何？因为他身上的锋锐，并没有消失，所以本王就演了一出戏，等了他3日。终于在方才，老六配合本王演完了这场戏。所以说他是故意借的这一剑。不错，以生死相抗，本王就没有理由再逼迫他了。父皇那边，本王也可以交代了。殿下早就想到这一层了。谁又真的想让萧楚河回到天启城？那些年，所有的皇子都成了他的陪衬。本王好不容易找到一次机会，不能再错过了。是藏民鲁莽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本王也开始算计得失。老六比本王早知道这些，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白王来得匆匆，去的倒也迅疾。既然事情已了，就不多打扰城主了。白王很像当年的景裕王啊。父皇当年的封号，不敢忘提。哼，只可惜，萧瑟一点都不像当年的琅琊王。是吗？
听很多人说，老六的风采跟当年的琅琊王一样。哈哈哈哈，那可大不一样啊！琅琊王是个君子，凡事喜欢讲道理，以大局为重。老六呢？哎，去他的什么大局为重！我开心，我舒心就行了。本王明白了，告辞。请。殿下，少汉那边的消息已经到了，一切顺利吗？少汉说一切按计划执行。好，那么此行我们就先去一趟无双城。有客自远方来，愿拜会叶宗主。多远之方，客为何来？千里之外，天启皇城，为见宗主而来。只是见我，那你已经见到了，可以走了。不，没有见到。哦。佛曰：有心无相，相由心生；有相无心，相由心灭。我只见宗主相，未见宗主之心。不算相见。你想见我的心？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无心。进来吧。这位似乎是故人。越姬笑送帖，明侯怒杀人。这位是明侯，你们的确曾见过。可他现在看起来，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这是药人。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两人都受了重伤，几乎已经是死人了。他虽然没死，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万事皆有代价，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唉，只可惜那门武功，我已然用不出了，没办法再帮你一次。至于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呀？我姓萧，赤王萧雨，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看似是个诗酒王爷，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就有你的安排。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以我为傀儡，在背后操控。最后天外天，甚至于整个域外，都会成为你的势力。对，你说的没错，但我没有想到，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短短几个月，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希望与你结盟。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我姓萧，但我的母亲姓易。那时我太小，却也只记得他姓易，忘记他的名字了。易文君，好陌生的名字，于你，于我，甚至于他自己，都很陌生了吧？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所以，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我已经出生了。我是你哥哥，比你还大上2岁。唉，那我吃亏了。哼，所以呢？什么？我们虽是兄弟，但却同母异父。
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说到底，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可点燃他野心的，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鼎。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抢走了我的母亲，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如今父皇年迈，隐已有立储之意。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母妃又因为那件往事而受尽白眼。江湖之上，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弱。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爱她爱得要死，叫洛清扬。后来他成为了5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木良城城主孤剑仙，现在是你的义父。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怎么又成我们了？你这个哥哥，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这么多年来，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所有人都仇视母妃，也看不起我。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让这些人后悔。用亲情感动我，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但是，争夺天下什么的，似乎也挺有趣的。我不能当皇帝，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听上去也不错。真的？真的。如果我不去的话，你会死吧？我的亲人不多了，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好好的活着。好，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需要你帮我。我才刚答应帮你，你就给我安排任务，是不是也太心急了？的确很急，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那个人很重要，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或者杀了他。那个人，莫非也姓萧？是。萧瑟。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反正没错，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你们之间情谊很深。是。他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很少，他算一个。但是你放心，你的请求我会答应。只是有一点。什么？我会保证，白王萧崇得不到他，但你也得不到。萧瑟不能死，这是我的底线。好啊，我答应你。还有，这一路上，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你随我走吧。你要带他走？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看他变成如今这样，着实可惜。不妨，你把他交给我。那你带他走吧。事成之后，我会去天启城找你。记住，萧瑟不能死，这是我的底线。他走了。一刻都没有停留，或许是有别的事情赶着去做了。走了就好。你派司空姑娘来，是料到她有这么一出。有些事情的解决必定是要流些血的，我不宜出现，所以
便让千洛去代劳了。萧瑟，我听千洛说你受伤了。小伤而已，不用大惊小怪。哎，唐莲啊，唐老太爷说他突然想到一个法子，或许能够治疗叶姑娘的病。我看这几天你抽空带叶姑娘去一趟唐门。是。哎，大师兄也要走啊？难道你也要走？哎，这雷家堡英雄宴就要开始了，而且呢，按照我跟我姐的约定，她必须要跟我去见一次我师傅。我倒是忘了，今年的英雄宴在雷门。那大师兄可要去凑凑热闹。此次回唐门，我若是无事，应当会随老太爷一同前往。那感情好啊！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英雄宴啊，据说还有比武夺魁。你要去参加？我定当夺得头筹啊！你大师兄曾经是3魁者，可别丢了你大师兄的颜面呢。哇，那萧瑟呢？萧瑟你要去吗？反正打擂台这事儿，你可比我熟啊。滚！他可去不了，雪月城的账本都快堆积如山了。我去。你要去？我倒想看看啊，这傻子怎么出丑。那不可能！我告诉你，我定当打遍天下无敌手。你们无双城待客的礼数呢？殿下都已经到了，无双城城主却还未出现，难不成要我们等他吗？我不是已经坐这儿了吗？什么？你个小豆丁儿是无双城城主？怎么了，丧明？回禀殿下，宋彦回并不在这儿，只有个小孩坐在那儿，这不是开玩笑吗？散了！在下无双城新城主无双。丧明。阁下便是林先生所说的萧公子。幸会，萧愁。好你个萧瑟，难怪找不到你，原来躲在这上面偷懒啊！我刚算完账，就出来喝口酒，你就来了。银月枪练得怎么样了？我练到第4重了，怎么，比试比试？算了吧，明天再说。我可告诉你啊，别把我惹急了。把我惹急了，我抽出无极棍把你打地上。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有本事打呀！幼稚，财迷。你去过天启吗？帝都天启？没去过。比起我们雪月城如何？没有雪月城漂亮，但是很大，大概有7、8个雪月城这么大。五湖四海的人齐聚，每天都很有趣。每年年中和年尾都会有一次大集市，集市上会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我曾经见过一块水晶，纯天然的，大概有一个酒缸这么大。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千金台，我曾经在那儿赢下过一座城池。有机会带我去天启好不好？好。去吧，你在苍山待的时间也太久了。那你呢？百里一去未归，我又要走了。我是雪月城的城主，这整个雪月城就是我的江湖。你那徒弟现在怎么样了？已经有了好转，但还是经不起半点折腾。他偏偏要跟你们一起去雷家堡。他去雷家堡做什么？他说他要亲眼看见雷无节夺魁。哼，荒唐的理由。更荒唐的是，我居然答应他。为什么会提出要去雷家堡呢？
刚才我不方便说，但雪月城绝对是最适合你养伤的地方。你的行踪已经暴露，如果此时离开雪月城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要追杀你。不是有雪月剑仙陪同吗？有他在，谁能杀得了我？理由呢？我想看雷无杰夺魁。这算什么理由？他好像已经继承了青龙令牌，但却不知道我是谁。我很好奇，这一路走下去，雷无杰会成长到什么地步？只是如此。况且那傻小子要闯荡江湖，没有我的话，万一半路死了呢？我还是放心不下。可我也知道我是劝不住你的。其实那天你劝我回天启，可事后一想，却发现这并不是你会说的话。那天我说的那句话，是故意想试探你。谢轩说，有些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于是我便跟他打了一个赌。结果如何？我输了，不过我输得很高兴。那就好。罢了。谢轩此行也会去雷家堡，俺们还可以再见上一面，顺便聊一聊流转之术的奥秘。这可能勉强算是我同意他去的一个原因吧。有我同行，放心。韩一，你很久没有出雪月城了，你就不想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去。哎，别回答的那么决绝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把百里大师兄给请回来，我们替你做主，就上那望城山。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心里有数。你看你，哎，罢了罢了。城主，他们都离开了吗？是的。这个皇子不简单啊。可这历朝历代，有过目盲的皇帝吗？无双城不是也没有过记性这么差的城主吗？总有第一次嘛。你已经把他记住了吗？白王萧崇，怀虚术德传自掌侧剑锦玉，外表平和；剑术德传自怒剑蝎炎战天，内敛杀气。我记性不好，只是因为我只记得值得我记住的人。不过以后你可要小心了。他对你有什么安排没有？说是静候时机，等待入天启，在此之前不要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争斗。如果把天下比作棋盘，我们无双城比作棋子的话，还未到落子之时。我可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棋子，我想成为下棋的人。哎，在这雪月城，一住就是3个月。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诸位，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江湖再见。我说你要告别，也对着雪月城门口，你对着登天阁干什么？这不叫有始有终吗？哎，你说我们都要走了，怎么也不见大师兄来送我们啊？说谁坏话呢？哎，大师兄，如意姑娘也在啊。知道你今日要走，特地过来送你一程。哦，小瑟，你真的要去吗？嗨，他呀，他在城中打算盘，打的是心烦意乱。我带他去英雄院看看，透透气，看完就回来了。正好，我今日也要带叶姑娘回一趟唐门。若意姑娘，若是唐门治不好你的话，你可以去我们雷门。我师傅，人家唐门大师兄在这儿，你说这话不好。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无妨。哎，对了，二师尊呢？他不是也要去吗？阿姐说她能日行千里，让我们先行一步，之后她自然会追过来的。好。那，大师兄，
我们先去雷家堡，你们可一定要来啊！放心吧，我还要看你夺魁呢。行，走了。撤！叶姑娘，你觉得我这个师弟怎么样？恰！恰！李然少年气。放心，他会回来的。当他重临天启之日，你会站在他身边。修子，来拿着。哎，你确定去雷家堡是这个方向吗？当然不是，我们去望城山。去望城山干什么？那自然是去请望城山上那位神仙下来了。你想想啊，3位旧友齐聚雷家堡，多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你脑子里面想什么呀？我只是在想，我师父、我姐，还有望城山上那位，这么多年好像都是把自己给困住了。其实他们不过是在等彼此谁先跨出那一步而已。那既然我都已经下山了，那么这个僵局也就应该打破。赵玉珍这么多年从未下山一步，你真觉得能为你这个傻小子下山？那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吗？行，那你想怎么试？哼，那自然是一剑问望城。随便你吧。你这一下山就是1年。可玩尽兴了，尽兴了，尽兴了。都去了哪些地方？去了柴桑城看花，还去了孤城观海。我一剑掀起那千层巨浪，那些渔民见了我，都还以为我是个小神仙呢。哦，对了对了，我还去登了昆仑山。原来世上真有一个地方是常年积雪不化的。哈，山下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彩了。师傅，您不能下山，真是太可惜了。是不是还少说了一个地方？啊？雪月城来信了。写信的是雪月城的萧信总管，说让我们望城山赔他80万两银子。要银子干什么呀？他写信说，有一个叫李凡松的望城山弟子，把重金修建的登天阁给夷为平地了。师傅，我错了，我确实去了雪月城，闯了登天阁，可那登天阁真的不是我弄的，我。为师当然知道不是你做的，你若有此等修为，为师就算把这镇山的青霄剑给当了，也要把这钱给你还。不过这雪月城的萧总管也太坏了，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勒索我们。见到雪月剑仙了？啊，见到了。然后呢？问了剑仙一件，剑名：月溪花尘。月溪花尘。你和我一样幸运，我在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见过那么美